而且你看肉眼可见的肉大块，还有1/4的香菇。我觉得我这碗汤里面多了一股菜的鲜甜味在里面，它高丽菜放的有够多，小卷有够 Q 弹的，超新鲜。你吃过了吗？我当然吃过啊，这可是彰化必买的伴手礼呢。姐妹来作伴，美食不间断。我是阿妹，我是小慧，欢迎收看《报时姐妹》。今天我们报时姐妹再度来到彰化啦。是的，妹姐来到彰化呢，你有什么必吃的美食吗？好像不是卖完就控肉饭嘞，都是这2个比较多哎。可是我们既然来到彰化了，总不能老是吃控肉饭跟肉丸吧？是。今天我们找的是也是获选500碗，而且也是我们不常吃到的美食。对，所以呢，就来看看我今天呢能跟小慧能不能一起找到我们都很喜欢的美食。那么就准备出发啦！没有错，出发！我们接下来这家店很厉害哦，因为它开了有50年了。哦，它厉害的点在哪里？它的品相不多，很简单，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吃完他们家全菜单，这是必须的，一定还要个2、3轮。是，所以我们就吃看看吧，走，耶！来哦来哦，豪华版的豪华版的，我第一次吃到什么叫豪华版，你看这么大耶，那个正常版跟豪华版就差好多哦。而且重点是它的品相真的是用手指头就数得出来。对，真的没有几样。但是呢，好的就是好在啊，它这边呢也有卖素食的蛙柜，荤素都有。所以我们今天呢全部都点一下。你知道它不简单哦，网友上面的 Google 评论2000多则，每个都欧露他们家真材实料，尤其是这块肉。没有讲你会以为你在吃蚂蚱。而且我这样在切它的蛙柜的时候啊，我觉得它的酱汁好香哦，一直扑鼻而来耶。它的肉50鬼呢，它的肉味道很重，我觉得要搭配蛙龟一起吃。豪华版的一颗这样大颗的才70块钱，它的蛙龟吃起来好 Q 弹哦。你有没有吃过那种蛙龟是比较偏就是滑嫩型的？哦，比较嫩的那一种，就是嘴巴好，你不用咬就可以化开的。对。然后他们家蛙龟好像是偏属于有一点点就是贵的感觉，比较 Q 弹，比较再紧实一点。我还发现，还有蛋黄哎。可只有蛋黄，我刚才挖到有干贝耶，真材实料的，难怪现在在70块这么受欢迎。这一个就是基本款，大家来店里面一定会先点的。而且我发现它里面也是有一整颗肉丸在里面呢，好大块哦，真的。我跟你说，老板娘太真材实料了。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吃很单纯的蛙桂，就像这样很单纯的一颗肉丸啊，然后跟纯的蛙桂，什么都没有加。他们家真材实料啊，这种第一代就做到现在，然后呢提供下后啦。所以他们原本第一代啊，他们是行动摊贩。你知道流动摊位就是有时候你要当喇叭的时候会被赶嘛。有个木材行的老板觉得他们夫妻俩很老实，让他们免费在店的前面摆摊。像他们家的店名呢，也跟这个那个来源是有关系的。店家也很饮水思源，就把这个故事然后取名成他们的店名。对啊，我觉得是很好的传承嘞。我他们一碗综合汤里面超多料的。很鲜甜的萝卜味，这里面有满满的油葱酥，我觉得这也是店家自制的。妹姐，你猜像这样满满的料综合汤多少钱？这样一碗我觉得要50块吧，料很多哎。没有，刚刚小娘啦，35块钱。而且如果你不是点综合汤，只有点菜头汤或者是油豆腐汤，20块，好便宜哟。对啊，现在这是2025年嘞。这样等于说我点一个豪华的蛙桂，再喝一个汤，100块有找。没错。而且跟你说，我遇到这个我小时候的甜饼桂圆米糕粥啊，为什么这个米要把它做成甜甜的口味？小时候其实吃不懂枸杞，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在一起实在太可怕了吧？我到长大才懂得欣赏它。可是到过年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种甜的米糕吗？你不会就是想说，这是在吃甜的东西？不会耶，我就觉得力哥就是要咸的。所以这我真的是幼稚园那时候最讨厌的食物。我到长大才发现，其实好好吃哦。其实幼稚园点心时间可以吃到这个，真的很幸福。真的，我其实幼稚园呢也有点心时间，但我们就是吃那种小包子啊，或者是小馒头之类的，或是一杯牛奶。我会就是可能就是这么好，我觉得它的米糕都还不错吃哎，里面的米糕是超多量，它没有汁很少，它的米糕粒粒都吸饱了它的汤汁，它的那个甜是很天然的桂圆香，因为它的桂圆的那个香气很重，然后不是那种用什么砂糖啊或者什么黑糖熬出来的甜味，是很天然的桂圆的香气，还蛮喜欢的。大家如果来的话，我觉得吃一般的蛙桂就非常好吃了。如果说就是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口味，丰富一点的话，特制的绝对可以满足你们，而且不贵。你有什么东西啊？就小时候不敢吃，长大之后才敢吃的。
可以蛮多的，韭菜啊、青椒跟茄子。有时候我也不敢吃茄子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看起来怪怪的。然后我知道后来有一次，你要小时候的时候，没有很顺利的时候，我阿姨跟我讲说，吃茄子会让你顺顺的。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吃了。是谁跟你说这个偏方的？我阿姨。我就这样被唬去了。更好笑的是，我们小时候剥橘子啊，不都会被它喷到眼睛很痛吗？我也不知道是家里面哪个大人跟我讲说，哦，被喷到眼睛漂亮哦。我觉得你们家的大人好会骗小孩。可是我就这样故意这样对着眼睛讲剥橘子。你也太相信了吧！我觉得那种眼睛变漂亮，那剥橘子。No， 我觉得这个不可以信。怎么可能分？我觉得眼睛会变肿，先变丑吧？怎么？我这是单纯啊，很蠢的蠢。我小时候不敢吃茄子，是因为我发现我妈妈好像不太会煮茄子，会把它煮的就是可能软软烂烂的。而茄子一般就是要煮到软烂才好吃啊。真的吗？我后来吃到好吃的茄子是，我在一间热炒店吃，我就想说好，我再尝试一次，就是塔香茄子。我觉得特别好吃，就从此之后就爱吃茄子。要不然小时候我其实遇到茄子，我会有点想反胃的感觉，不舒适，太软了，太软了。可能我妈妈喜欢吃软的，所以你喜欢吃那种就快速过油之后下去炒过，然后比较再脆一点点，比较没有那么软烂型的茄子。对。我相反，我喜欢吃软烂型的。我就喜欢把它就是软烂，然后吃很多酱汁的时候，搅开拌在饭上面，啊啦啦我就喜欢吃不要咬的东西，把它当做纳豆在拌就下饭神器。好了，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吃了这500碗之后，当然呢，我们还有很多500碗等着我们去发现，对不对？必须的。那我们就出发。好，走。到了就这里，说到彰化的伴手礼呢，咸麻糬绝对是要买的吧？好像是而且我怕好多人在排队哦。来，带你来吃一下。好，买到了。其实排的时间很快耶。对啊，其实他们的动作真的超强的。对，而且就是它真的隐身在巷弄里面。快来吃一下，我好像还没有吃过这样咸的麻糬耶。必吃一下，中间这2排上面有撒椰子粉的是咸的哦，然后旁边2侧就是甜的。我们买综合的。虽然我自己就很常买来吃。那你吃过了吗？我当然吃过啊，这可是彰化必买的伴手礼呢。它的好特别哦，因为它里面有香菇塑料，又有花生哎。你那有没有让你想起一种古早味的粿？菜包碧粿。那你知道？对，但它是麻糬的外面，就觉得好难联想起来哦。它里面呢有笋丝，然后还有炒过的虾米，然后上面撒的椰子粉呢，也是非常合它里面的馅。但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是。甜咸的，然后它的甜呢不会腻，麻糬的甜非常非常的 Q 弹，很有咬劲儿，但你又不会觉得卡在牙缝，或是你在牙齿上面不好讲话，或者是不好吞咽，是挺湿润的内馅，我觉得。那另外一个我想吃花生的，好，那我吃红豆的好了。所以你现在还是对红豆你觉得很抗拒？就是晚你再吃它没有关系，我还是会吃啦。那红豆馅也是给的很多。是属于绵密型的红豆，你的花生馅里面还有芝麻这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那种里面带颗粒的，咬起来会有颗粒感，然后跟那个糖的感觉，加上还有芝麻，你可以散发那个淡淡的芝麻香，我喜欢这种内馅。如果是它是像花生比较细致也不错，可是这样咬起来更有口感。但我觉得里面最喜欢的还是咸麻糬，它的咸麻糬真的是目前我最喜欢吃的咸麻糬。甜的麻糬呢，彰化也有一间很厉害的，我都会去那一家买，叫玉龙坊。哦。它的甜麻糬，它都有卖花生跟芝麻的，超好吃。也在这附近，如果等一下有空的话，你们要走过去，我可以陪你们走，可是我可以买给你们吃。如果你们喜欢，谢谢慧姐。可是我比较喜欢的麻糬是那种传统市场里面啊，手工现包的，你可以选择你要多糖少糖的那一种。我这个是我要多糖，我喜欢那种传统型的，可以为你定制专属的。还不错。那他们除了麻糬之外，还有这个蛋黄酥也是招牌耶。对，来吃看看。 6颗只要270，这个你吃过吗？他们家的我还没吃过，但我刚才拿到的时候我有吓到，1颗也太大颗了吧，很饱满呢。其实我们在走来的路上就已经闻到那个蛋黄酥的香味。好吃耶！哇哦，满满的红豆。可是红豆鱼是你还可以接受的吗？我觉得可以。太棒了！它外面那一层饼皮非常的薄，而且就是很酥，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然后它里面的红豆泥就跟我刚刚吃的红豆麻糬里面的馅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它也是整颗蛋黄给你。而且与其说馅料之外，我觉得它更让我吸引的是它的那个底层，
哦，那个酥油的地方，哦，那好好吃哦，这个底就像那种罗宋面包，我就喜欢吃它的底部，好好吃哦。真的超赞！哎，妹姐，我跟你说啊，这一家其实最早是提供就是做外汇点心的，所以从纸盒啊跟这些造型都很像，就是板东西。然后喜宴那种，对，会端上来吃点心的。而且他们家很厉害，他们家从民国58年开到现在，哎，也是老店，而且里面的人跟客人啊，我们今天算是人排的少的时候了吧？假日的话，你可能要排到隔壁的巷口去了，有可能哦。而且我觉得现在啊，就是东西一直在进步，可是这种锅扎比真的不能忘记，哎，绝对不会被打败的。而且呢，彰化呢有3家麻吉最有名，他们就是其中一家，大家真的来试看看，试试看不同的麻吉。而且这个呢，我们真的是吃遍了那么多的美食，这个口味我是第一次吃到，我真的觉得它还不错，大家可以买看看，对吧？你吃得开心，我就很开心喽。那我们出发去吃下一家美食。好，走。你知道这间啊，我们进入大王的时候有来过，那时候特别。你们那时候是吃几颗啊？好好奇哦。我有点忘记了，有点年代久远了。但是呢，我们就地重游，可以再吃一次。而且重点是，它开60年以上。哇，我真的很喜欢吃老店呢。真的耶，走。你有看过这么晶莹剔透的吗？我其实有吃过良缘，这样直接放在碗里面，然后用汤汁加的，我没看过。因为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啊，是那时候我还在录大胃王的时候，这个不是应该吃热热的吗？然后我第一次这样吃到凉的，而且呢，在高雄啊，良缘是指那个小甜点，我知道，凉沙丸的那种叫良缘。对。我记得哇，良缘我没有办法跟那联想在一起，所以我印象对它很深刻。而且真的是夏天吃这个还蛮清爽的，而且还真的不油腻。毕竟一般的霸王都是用炸过的嘛，他们家是用蒸的，有种很健康的感觉。啊，当然它是用高温就是油炸，所以它表皮比较脆。然后像一些比较霸王的，它就是用低温油泡的方式，所以比较 Q 弹，然后也是有带一点脆度。这个的话很软 Q 哎，而且你看肉也可见的肉大块，还有4分之一的香菇，它的皮啊，你用吸就可以吃进去了，对不对？都不用嚼。这个对老人家也是口齿友善的美食之一，长辈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我还蛮喜欢它的肉，因为真的很大块。它的肉的话是绞肉型的，你看它有肉块在里面，它其实是用猪的后腿肉下去做的。难怪板娘说冬天的确生意会没有那么好，但夏天是大排长龙的。他们家就只卖这么一个商品而已哦，所以我们今天就点了好几颗。2颗才50块钱而已哦，这还蛮价，真的很好吃。其实他们家是没有内用的，但是很感谢老板娘稍微让我们就在他们家里面稍微内用一下。那一般这边是外带店哦。非常感谢板娘，因为我们这样的话也比较更方便介绍美食给大家。是，你看可以这么 Q。用番薯粉做的食物是还有什么？像我就是甜点啦，很多甜点就是要很精惠，就我讲那个凉沙丸那个也是番薯粉。对，就是在口感有点像，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食材，做成甜的跟做成咸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这样说来，地瓜粉很好用，地瓜粉也可以拿来炸东西耶。跟地瓜粉炸的鸡排超好吃的，听过，懂吃，它真的好好入口，我们瞬间就快吃完。其实我在吃它之前呢，它给我的印象就是咸的水晶饺，有点像了，对，可是它的皮又比水晶饺还要更软 Q，水晶饺要更 Q 一点，而且水晶饺它如果说是用炸的也好，煮的也好，我觉得它放凉了之后，那皮就会反硬。对，我们刚才还问老板娘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有人会就是买回去蒸来吃吗？他说很少，应该是不会。他说其实是冰凉的吃，就是老板娘他们做好之后，让冰凉凉吃是最好吃的。他们这样子是有带一点蒜味的，公狗，但那个蒜是淡淡的啦，你不会吃完之后嘴巴有大蒜的那个气味在里面。这就是你第2次吃到良缘。高雄都不会有这种东西，真的没有。我第1次吃到是在园里，然后它其实是在一间高工旁边，它是一个小餐车，然后它就是都有在卖良缘，它也是像这样用碗装，然后它就卖给大家吃。肉应该是这边的比较大块吧？这边的肉是比较够味，然后大块的。然后那个的话就是给大家吃个点心的。其实像那种小餐车，就是承载着很多人的回忆。这么晶莹剔透，我觉得真的很少见哎。应该一人顶了6颗之类的。我说4颗太客气了。没关系，这边还有，不过我们再加点。好吃。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高雄没有，还是我没有吃到。高雄的朋友们，如果有的话，留言告诉我一下。我真的不知道高雄哪边有在卖。可是我觉得每个地方本来就会有每个地方专属的小吃，像你们高雄鸡蛋酥都超有名，我还没去吃过。鸡蛋酥我跟你说很有名，还有北藤贵。
北人龟高雄有2-3家是最有名的，然后都大排长龙。但我真的没有发现高雄哪里有在卖2碗。如果问2碗，高雄都可以说啊，洋沙碗吗？那个夜市有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耶。因为高雄这么热的地方，应该照理来说要有。我也觉得应该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欢迎高雄朋友们，请留言告诉我。如果是要比大胃王的话，我忘了我今天吃几颗了，好像就10颗起跳吧。你这可以是几颗？30颗应该 OK 吧？来加点。一个25块 OK 啊。今天吃到超多彰化美食了，对不对？那我们继续前往下一家。好，走。菲姐，我跟你说，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间店呢，它也不简单。像我们前面吃的几家都是老店，对，这间店其实刚开不久就被入选了，这么厉害？没错，我们看看它多厉害吧。没想到这边可以点那么粗糙哎，一桌哎。对啊，其实他们这间店卖的品项蛮多的。得奖的菜名呢，就是这一道葱爆小卷。虽然说它是得奖作品，但板娘说呢，他们家卖最好的反正这个海鲜炒米粉，我们就全部点来吃看看就对了。然后呢，我很想要吃的是这个小卷面线，而且他们的小卷啊，真的分量每碗都给很多哎。面线我以为是那个细的，它不是比较偏粗一点的面线。我们来试看看。哇，七宝汤汁哎！它的面线呢，本身就自带一点咸味，然后加上小卷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呢，都融在汤里面。它整碗吃起来，我觉得鲜甜里面全部都有了，而且不会让你觉得是很多味精的甜，不是味精的甜哦，是海鲜的甜。我觉得我这碗汤里面多了一股菜的鲜甜味在里面，它高丽菜放的有够多。然后我刚刚有稍微吃了一口小卷，哦。有够 Q 弹的，超新鲜。那我们来吃他们的得奖品项吧。我没想过爆炒过后啊，小卷还可以这么的 Q 嫩，这么新鲜呢，一点都不会抡。高丽菜很清脆。要看老板啊，他是大火快炒，然后菜很甜，这个很可以耶，原地吓到哎。那我来试一下它这个，这里面人气卖很高的，这个每次做的加大的分量，真材实料的，有虾有小卷，高丽菜给的也很多，这碗分量真的是还蛮惊人的。我觉得他们家米粉很厉害，我觉得炒有点像冬粉呢，里面那个像蚂蚁上树的感觉吗？有一点点酱，有惊艳到，因为它那个酱油的味道有吃在里面，而且米粉是弹的。很介于一个冬粉跟米粉之间的口感，而且还蛮湿润的。它不像有些路边摊的炒米粉会比较偏干。而且店里面也有海鲜之外啊，也有这个，就是花椰菜炒五花肉。而且花椰菜干啊是澎湖比较有名的特产，没想到在这边也吃得到。这是我第一次吃花椰菜干，真的，它有点像酸菜的感觉，这也是腌制过的。这道九珍蛤蜊是我们刚刚觉得说，哦，看到别人点也想要点点看。对，被隔壁桌吸引过去了。好甜哦！这蛤蜊也太甜了吧！它是稍微用米酒蒸过，酒精就被蒸发掉，只留下那个甜甜的香气在里面。它整个蛤蜊超饱满、超 juicy。我觉得他们家这道饭很有诚意哦，因为呢给的卤汁很多，哇，它里面整个卤汁也不夸张，分量很多，我们是有加大的，所以加大它的量相对的也给你比较多。然后它的肥肉呢是比较 Q 一点的，不是软烂型的，像有点像海陆双拼呢。上面是满满的小卷，然后下面是满满的卤肉饭，豪华版。哇，这根本就黑金卤肉饭了吧？哇，我觉得这边很棒，不管你要吃什么面啊，你要吃饭，各种主食类很多。而且你有发现一个点吗？其实这间店卖的分量其实都蛮大的哦。对哦，刚老板说你们确定还要加量吗？我们的分量都很多哎。我说老板加没关系。那老板说呢，这2碗的就比较正常量，因为如果再多的话，这个碗就装不下了。其实这样正常量看起来真的就很大，就很丰富嘞。那你这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好难抉择哦，因为我喜欢它的面线，然后我喜欢它的肉燥，我喜欢它的汤，所以可能是1、2、3这3样我很喜欢。好开心哦，因为我是成熟的大人。那你呢？我真的还是最喜欢这一道葱爆小卷，
它太厉害了，而且下饭。没错，超下饭，新鲜又不死咸，好吃。哇，真的很满足。真的呢，没有，是你第一次来彰化，没有吃到空肉饭跟霸王吗？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偶尔不是说不好吃，是我们今天能介绍的是大家印象当中以外的东西，也是很满足。真的，推荐给大家。没错，那很开心，今天我们踩点了许多就是彰化不一样的美食。对。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看。然后如果大家有推荐的美食，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说哦。那也请订阅我来综合台 boss 姐妹，还有大麻刷捏，还有小黑就爱吃。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拜拜。